龙思琪原本就没从瞬间突破到明镜大圆满的现实中回过神来，脑子都还是嗡嗡作响的状态，所以也就更想不明白叶晨后来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旁的洪长青忽然看着龙思琪惊呼道：思琪，你怎么又变回五星武者了？一声惊呼就像是一盆冷水彻底浇醒了龙思琪，他这才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发生了变化，从刚才的明镜大圆满又倒退回了五星武者。他心中骇然无比，根本想不通叶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竟然能在眨眼间将自己的修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也是这一刻，他才意识到叶晨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超出了自己的想象，而紧接着他的心里又瞬间变得极度失落。失落是因为自己刚才真的已经成为明镜大圆满的顶尖高手了，那可是自己毕生的梦想啊，就在那么不经意的一瞬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。只可惜这个梦想就像是一颗流星，虽然璀璨炫目，但是却转瞬即逝。这一刻，龙思琪仿佛南柯梦醒，整个人的心中已是极度失落。再看向叶晨，他眼神里已经没了先前的骄傲与优越感，有的只是一言难尽、欲言又止的落寞与羞耻。叶晨这时松开了龙思琪柔嫩的玉手，看向洪长青，开口道：洪天师，你们师徒二人好好讨论一下如何传位，我就不先打扰了。说罢，迈步便往外走。洪长青连忙跟上，毕恭毕敬地开口说道：叶大师您慢走，属下今日一定将掌门之位传承的事情全部解决。说完，抢先一步帮叶晨将房门打开。听到开门声，龙思琪下意识转身看了过来，见到叶晨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不见，心中变得更加失落。洪长青将叶晨送出门去，这才一路小跑着回来，关上门，惋惜无比地对龙思琪说道：思琪你糊涂啊，为师苦修武道大半辈子，也不曾见过有叶大师如此神通的高手，能遇到叶大师已是莫大的机缘，能得到叶大师的点拨，那更是机缘中的机缘，你怎么反倒把叶大师给得罪了？龙思琪表情有些呆滞地问道：师尊，这位叶先生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就算是天资再强的武者，从五星修炼至明镜大圆满，至少也需要几年，甚至10几年的时间，他到底是怎么能在一瞬间就打通我3条经脉的？洪长青叹了口气，感叹道：思琪，叶大师的神通早已经超出了你我的认知，为师为什么要将掌门之位传给你？就是想以后踏踏实实地跟在叶大师身边，为他效犬马之劳，也顺便求一点机缘。龙思琪眼神已然满是懊悔，忍不住问洪长青：师尊，叶先生的实力应该早已经超过暗境了吧？洪长青点了点头，叶先生的实力恐怕已经超出了武道的范畴。我曾听我的师公说起过，在很多年前，太真道的第10任掌门曾经留下过记载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比武道更加强大的修炼之途，这些人修炼的已经不再是武道之人修炼的真气，而是更强大的灵气。说着，洪长青又自顾自地说道：虽说顶尖武道高手也能将真气渡入他人体内，为他人疗伤，甚至为他们提升修为，但远达不到叶大师这种眨眼间便帮你突破3条经脉的境界。想来叶大师应该便是掌握灵气的那类人了。龙思琪沮丧地说道：师尊，您为什么不早些跟我说？哪怕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我也不会如此唐突地惹了叶先生。洪长青一脸无奈，叹息道：为师好歹也是一派之掌门，非到万不得已，哪能告诉别人自己要留在金陵给人家当牛做马？为师想的便是把你叫来，当着叶大师的面把掌门之位传给你，也算是向叶大师表明了为师的态度，然后你便返回美国统领太真道，为师便在叶大师身边鞍前马后。说到这里，他看向龙思琪，郁闷不已地说道：为师哪能想到你竟会跟叶大师呛起来。龙思琪也有些委屈，
眼泪汪汪地说道：“师尊，您让我接任掌门，却不把药鼎传给我，我也怕咱们太真道的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埋怨我啊。”说着，龙思琪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，不停地抽泣道：“我8岁便入了太真道，早早就将太真道当成了自己的家，从小便在祖师画像前暗暗起誓，将来一定要尽心尽力将太真道发扬光大。师公早些年就跟我说起，他说太真道有一个镇派之宝，是一直炼药时能够事半功倍的药鼎，您今天要传位给我，却绝口不提药鼎，我哪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接受？”洪长青对自己这个徒弟也非常理解，从龙思琪的父亲开始，对太真道就非常虔诚。太真道能在美国扎根发展，并且有了自己的山门，全靠龙思琪的爸爸慷慨资助。到了龙思琪这里，更是早早就将振兴太真道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。在美国，其他的富二代几乎都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各大名校，哪怕自身没那个水平，父母也会拼尽全力将他们送入名校镀金。但是龙思琪却是个特例，他8岁入太真道，便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之上。别人是寒暑假休息，学习一些课外技能，龙思琪是寒暑假才离开师门，回到世俗的家中与父母团聚，同时也借着仅有的时间学习知识。所以别看他已经30岁了，其实心态远不及同龄人那么成熟。在洪长青看来，他的心理年龄不过也就18岁。不过洪长青理解龙思琪的同时，心里也对自己的师尊多了几分微词。于是他不禁嘟囔道：“师尊他老人家真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他当初将药鼎传给我的时候，就曾经义正言辞地嘱咐我，一定不要将药鼎的功效告诉任何人，以免给自己和太真道惹来祸端。可没想到他竟然早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你。”龙思琪哭着说道：“那您不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吗？师公他老人家让您别告诉别人，您却把药鼎都拱手送给了外人。若不是师公他老人家留了个心眼，提前告诉了我，我都不知道太真道还有这么一件宝贝。那样的话，恐怕就被师尊您给糊弄过去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